婚后的第3年，总裁老婆瞒着我飞往国外去看已是白月光的弟弟，不料却被人拍下亲密照上了热搜。他慌慌张张赶回来的时候，一下飞机就收到了无数未接电话和信息。他点开了最后一条语音：姐，穆爷爷去世了，你看见快给我回电话。柳如烟沉着脸回拨了妹妹柳嫣然的电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柳嫣然沉默了几秒，就知道他没听全他的留言，于是只能再重复一遍：今天姐夫来医院看穆老爷子，老爷子看到了你在国外陪伊藤先生的照片，一时情绪激动脑出血，抢救过后没多久就走了。姐夫受了打击，所以柳如烟闻言脸色有些灰白，呼吸有些急促的紧紧攥着手机的说：他在哪？柳嫣然沉默几秒后道：不知道。穆家下午就将穆老爷子的遗体火化下葬，现在姐夫人在哪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他刚从医院出来后提了一个要求。柳如烟瞬间猜到我提出的要求，下颚线紧绷，我不会离的。柳嫣然继续说道：奶奶和小姨已经同意了姐夫的要求。柳如烟面色一沉，抬脚踹飞了身边的行李箱。我没说我要离，可是姐，你这次真的太过分了。柳如烟脸色有些难看渗人，爆了句粗口。助理宋瑶芝在一旁瑟瑟发抖，她还是第一次见到柳如烟这么失控。刘总，柳如烟捏了捏眉骨，阴霾面色下给我打了过去。电话通了，却无人接听。柳如烟只好打给柳夫人。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母女俩谁都没说话。柳如烟觉得喉咙有些干涩，还是压声道：妈，穆哥呢？你们在一起吗？柳夫人终于开口，语调很淡也很冷：没有。柳如烟还想说些什么，柳父柳成便把电话夺了过去，劈头盖脸就是谩骂：我造了什么孽才会生出你这么个东西？马上给我回家！柳如烟面无表情的听着，心里却越来越冷。穆哥他现在哪？你自己的老公你来问我，你还是个人吗？我警告你，马上给我回来！还有那个姓伊藤什么的男人，告诉他柳家门不是他一个小三能登的，除非我们全都死了。柳如烟心口有些闷疼，想解释，可以前他最不屑的就是解释。爸，我和他不是那种关系。柳成冷笑，是不是不重要了？穆哥现在只有一个要求，离婚。你要是有点良心，就成全他。柳如烟听到离婚2字后，整个后背紧绷，双拳紧握。我不会离的。你说不离就不离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刘府越说越生气，柳如烟直接挂了电话，心也跟着沉了又沉。他张了张口想说些什么，但最后还是无话可说。刘总，我们现在还是要先找到穆先生。柳如烟慢慢抬眸，脸色泛着铁青。回别墅，回去的路上，柳如烟不停联系我，可不管他打了多少电话，我都没接过。他靠在座椅上攥紧手机，开快点。宋瑶芝踩了油门，是刘总，刘总到了。柳如烟推门下车，宋瑶芝紧随其后。他有些失神看着柳如烟匆忙急迫的背影。张妈看到他愣了一下，小姐，你回来了。柳如烟眉心紧蹙，视线却在2楼。穆哥在家吗？张妈道。没有。见他脸色难看，张妈不由问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柳如烟没理他，大步上楼，推开卧室，所有东西物件全在，包括我的电脑和私人物品。可他还是有些不安，虽然所有东西全在，但我人不在，他甚至不知道我在哪。他要见我，立刻，马上。柳如烟沉着面容转身下楼，张妈刚好挂了电话，她抬头看我俩，表情有些震惊。柳如烟顿了下脚步，目光沉沉盯着他。谁的电话？张妈显然还没完全反应过来，是穆先生，他说让我可以回老家了，还说以后不会再回来了。他房间的东西让我自行处理吧。柳如烟脸色有些阴沉，他还说了什么？张妈茫然摇头，没了。小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早上不还好好的吗？柳如烟闭了闭眼，她找到我姐穆云轩的号码拨了过去。柳如烟以为这电话依旧不会有人接时，穆云轩冷漠的声音传了过来：刘总。柳如烟声音低沉，语气中难得服软。穆哥在哪？我想见他。穆云轩听到柳如烟的声音，表情瞬间有些冷淡道：离婚协议书在柳家，有时间请刘总签字，求你放过我弟弟，放他一条生路。说完，穆云轩就挂了电话。电话已经结束，柳如烟快步下楼，直奔门口，回老宅。是。张妈看着两人离开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柳家灯火辉煌，气氛却压抑窒息。柳家人全换上了庄重的黑色衣服，以表对穆老爷子的怀念。刚走进家门，柳如烟瞳孔微缩，最后直接跪在老太太面前，声音有些嘶哑的道：奶奶，穆哥在哪里？我要见他。柳老太太紧闭着双眼，手中一直滚动着佛珠，并未理会柳如烟。柳如烟低垂着头，神情僵硬。他在哪？柳夫人叹了口气，穆哥什么都不要，但我们在他名下设了基金，你奶奶把名下股份也转给他，没问题就签字吧。柳如烟浑身一僵，看着柳妈提过来的离婚协议书，颤颤巍巍的接了过去，翻到最后一页，上面确实是我的签名。她用力攥紧协议书，所以你们不会告诉我他在哪？柳父柳成冷冷看着他，走到他面前，他还会想见你吗？穆哥是我的丈夫，我会找到他的，就算把这座城市翻了遍，我也会把他找出来。说完，他目光森然看向宋瑶芝，联系王局长，让他天亮前把人找出来。柳成脸色一青，上前拽住他的衣领，愤怒地说道：你现在才知道他是你丈夫，他需要你时你在哪？柳如烟喉咙微滚，嗓音有些嘶哑地说道：我可以和他解释的。柳成打断他，我只问你，你答应穆哥的事做到了吗？你是不是骗了他？柳如烟说不出话来，他没做到，也确实骗了穆哥，我只是不想让他多想，我和伊藤城不是男女关系，我会和穆哥解释清楚的。柳夫人走上前，静静看着他，许久才叹了一口气。柳如烟瞳孔微缩，看向柳夫人，软了声音：妈，您告诉我他在哪？我想见他，您让我见见他。柳夫人摇头，不是我不让你见，而是我和你爸不知道。柳成冷笑一声，知道为什么人家连灵堂都没设就下葬了，那是人家根本不想以你丈夫的身份，更不想让你出席。柳如烟，你不配做他的妻子。柳如烟有些无助地站在那，似乎有些听不懂这句话的含义。柳老太太慢慢睁开眼，不再是一副慈爱的面容。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奶奶，签字离婚，不要再去找他，不要再打扰他的生活。柳如烟心头一冷，头一次尝到束手无策的滋味。她低着头要转身离开，看着柳如烟要离开的背影，柳老太太厉声道：你要是还想继续找他，那从今以后你就不再是柳家的人。柳如烟双拳紧握，最终她似是发出一声嘲笑，没再继续离开，而是转过身直接跪了下来。奶奶，对不起，我做不到，我找不到穆哥，那我就跪到您心软肯告诉我他在哪为止。柳如烟大概也明白人被老太太藏了起来。柳老太太看了孙女一眼就起身，柳夫人走过去搀扶，柳成冷哼一声也转身回房间。偌大的别墅，佣人早已退让，就剩跪在地上的柳如烟和站在旁边的宋瑶芝。
助理宋瑶芝咬咬牙也跟着跪下。刘总，柳如烟低垂着眉眼，光线下看不清她的神情。宋瑶芝轻声道：“刘总，要不要私下安排人找穆先生？”柳如烟微微抬眼，扯了扯唇角：“老太太亲自安排的地方，找不到的。”宋瑶芝听闻，顿时哑口无言。那您真就这么跪？柳如烟脑海浮现穆老爷子的脸，双拳紧握，自嘲笑了一声：“该跪。”助理宋瑶芝咬咬牙：“那我在这陪您。”柳如烟慢慢闭上眼，声音沙哑，透着倦意和无力感：“不用，你还有其他事要做。”刘总您说。柳如烟缓缓睁眼，眼中闪过一抹凌冽：“去搞清楚照片是怎么回事。”宋瑶芝连忙起身：“是，刘总，我这就查清楚。”柳如烟没说话，直挺挺跪在大厅，脑子里全是我的模样。医院里，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父母爷爷都还在，我们一家人快乐的去旅游。可画面突然一转，我看到了浑身是血的父母，以及躺在灵堂的爷爷。我从梦中惊醒，兄弟楚晨听到声音，连忙推门进来：“穆哥，没事了吧？做噩梦了吗？”这时，房门突然被推开：“楚先生，我们穆先生醒了吗？”我看向那张熟悉的脸：“王阿姨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她一脸复杂又似疼惜的看着我：“老太太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回来照顾你，我以后就是你这边的人，你放心好了。”我无法拒绝奶奶的好意，想要笑一笑，却真的笑不出来。“好，王阿姨，我知道了，以后麻烦你了。”说完，我接过王阿姨带过来的汤。10分钟后，王阿姨见我喝完了汤，收走了汤勺和碗：“穆哥，我就在外面，有事你喊我就行。”我点了点头：“好，谢谢王阿姨。”两人一前一后离开。我转头看向床头柜上的手机，拿过来一看，全是柳如烟的未接电话。我直接将柳如烟的联系方式全删掉拉黑。此时的柳如烟跪在老宅大厅，一遍遍打着我的电话。知道打不通后，柳如烟无力地垂下手机，自嘲地笑了笑。她有点想不明白，她只是错了这一步，怎么就酿成这种局面了？深夜，柳夫人出来喝水，看着还跪在那的柳如烟，皱眉淡漠地说道：“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？我早就提醒过你别和蒋家那对兄弟纠缠不清，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？”柳如烟喉咙嘶哑干涩：“我只要见穆哥一面，就算穆哥想和我离婚，也要亲口和我说，不然我不会签这个字。”柳夫人冷淡地说：“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，这个家没人能忤逆你奶奶。”柳如烟慢慢抬起身侧的手臂去拽她。“妈！”柳夫人喉咙一哽，有些失神地看着这个女儿。自她长大懂事后，他们母女间便很少有这么亲近了。柳夫人紧抿红唇，慢慢蹲下：“你知道穆老爷子去世前留下最后一句话是想见你，你知道吗？”柳如烟全身一僵，视线紧盯着她。柳夫人静静看着她：“可你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最后老爷子在病房看到了你和一个男人的照片。”柳如烟闭眼，声音沙哑：“什么照片？”柳夫人态度软化，依旧冷淡的解释：“病房里你和伊藤诚那个男人的照片，你们做了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”柳如烟自嘲一笑：“他摔断了腿闹绝食，我不能坐视不理，我答应过他的。”“没错，你答应过伊藤诚要照顾他的弟弟。可是如烟，你对你自己丈夫的承诺呢？”“我真的不知道，如果我早知道，我不会去的。”“妈，我想见他，我必须要见他。”柳夫人摇了摇头：“不是不告诉你，是所有的一切你奶奶亲自安排的，就连穆老爷子下葬我们都没去墓地，只在外面远远等着。你奶奶说她对不起穆家老爷子，没脸见他。”柳如烟听完后放开了柳夫人的手：“那我就一直跪到奶奶愿意告诉我为止。”柳父柳成这时不知从哪走了出来，听到柳如烟的话，立刻训斥道：“胡闹！你一直跪在这，公司是不想管了是吧？”柳如烟合上眼帘，面无表情：“有您在一样。”柳成愤怒道：“你妈说的对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”这时柳如烟突然心口一抽，她难以控制胸口的剧痛，弓起身体，单手撑在地板上。柳夫人眉心一抿：“怎么样？”柳成也上前几步蹲下，虽嘴上埋怨，但毕竟是亲生的。柳夫人眉心一抿，柳如烟脸色有些青，额头上密集的汗珠凝聚，她忽然厉声道：“我说让你们回去休息。”听到这话，柳成一脸心疼的脸色顿时就黑了下来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，他喜欢跪就让他跪，我们回去休息。柳夫人张了张嘴，最后什么话都没说，只是深深看了他一眼。柳如烟单手撑着地，心口蔓延开密密麻麻的痛，脑海慢慢浮现出那天我在机场送他登机的画面。几天回来啊？没有意外的话3天。我微微点头，然后抱住了他。好，那我在家等你。他轻轻抚摸我的脑袋，唇角上扬。这是他第一次出差有老公送，感觉很不错。虽然这是他强求来的。就快上飞机时，他转身看了一眼站在原地观望驻足的我，顿时有些不想去海城了。于是对身边的助理宋瑶芝说：“我有点后悔了。”宋瑶芝问道：“刘总后悔什么？”“海城的分公司我不应该开的。”宋瑶芝有些无语，只说了句：“爱情真可怕。”回忆慢慢的淡去，柳如烟慢慢跪直身体，确实很可怕。此刻的她才明白穆哥对她有多重要。次日清晨，柳夫人敲响老太太的房门，老太太疲惫的靠在床头，念着佛珠，她还在下面跪着吗？柳夫人点头：“已经1夜了。”老太太慢慢闭上眼睛：“她和那个男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知道多少？”柳夫人不再隐瞒。几分钟后，老太太听了全过程，叹了一口气：“时也命也，这俩孩子大概命中缘分不够吧。”老太太下楼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，柳氏夫妻都在沙发上等着，见到老太太走下来，全都站起来。柳如烟抬起头，眼眸暗红：“奶奶，我要见穆哥，您让我和他见一面。”老太太冷淡：“穆哥不想见你，永远都不想。”再次听到这句话，柳如烟双拳紧握，沉默良久，她自嘲一笑：“所以您不会让我见他了是吗？”老太太眉头紧皱：“有错就得认。”柳如烟唇角微扯，面无表情道：“我没说不认，但我要当面认。”老太太严厉道：“可你也得看人家愿不愿给你机会，还是说你就只会强迫他？”这句话刺中了柳如烟，她一直在强迫穆哥，自以为能掌控一切。老太太上前用拐棍抽打她后背数下，柳氏夫妻惊呼一声，但老太太冷冷看了他们一眼，急声厉色地说：“如果你们父亲在，
都得打断他一条腿。夫妻俩闻言顿时噤声，都想起刘老爷子的手段和脾气。老太太抽打了柳如烟10几下，柳如烟背脊挺直，连哼都没哼一声忍了下来。打你因你为女不孝，为妻不忠。柳如烟最后站起来，跪了一夜的膝盖已经没有知觉了，但她凭一口气站起来，冷硬开口一字一句道：你们可以不让我见他，但我死都不会离婚。说完她转身离开，再也没了以往的意气风发。宋瑶芝一直担心柳如烟，所以一大早就在门口等她。看到柳如烟出来，连忙过去扶她。刘总，您没事吧？他把柳如烟扶上了车。柳如烟深深看了一眼老宅，跟着楚晨和慕云轩。宋瑶芝点头，是刘总。柳如烟闭眼靠在座椅上，去墓地。1小时后到了墓地，柳如烟看着新鲜墓碑和花束，慢慢跪下。宋瑶芝在旁安静守着。柳如烟看着墓碑上的老人，眼眸沉了。穆爷爷，我对不住你。妹妹柳嫣然说是穆爷爷看到他和伊藤城的照片突发病，是我的错，我害了爷爷你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柳如烟说了这一句后，就默默地跪在墓碑前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宋瑶芝试探开口，刘总。柳如烟磕了3个头后才站起身，深深看了一眼照片，才转身离开。助理宋瑶芝也对墓碑鞠了一躬后跟上。他看着柳如烟挺拔的背影，却感觉落寞不尽，不由叹了口气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明明一切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却出了致命差错。正想着，手机忽然响了，助理看了柳如烟的背影一眼，便接了电话。喂，手机那端是小双的声音。宋特助，我真的不知道伊藤先生的计划，刘总不会怪我吧？宋瑶知道，只要你说实话。小双沉默一会儿才叹气，好，我说。宋瑶芝把手机递给柳如烟，刘总，是小双。柳如烟接过手机，声音暗沉沙哑，说小双在那边都能感受到他的气场，便吞吞吐吐道，刘总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伊藤哥的腿根本就没什么事，根本就没骨折，也没做手术，是伊藤哥买通了当地的医生说了谎，还有照片，的确是伊藤哥让我拍的。柳如烟攥紧了手机，缓缓开口，有件事需要你做。通话结束后，小双自我平复了好一会后才走进病房，看着里面正和主治医生说笑的伊藤城，他攥紧了双拳，耳边却是柳如烟那句冷漠无情的话，既然他不想上台，那他以后也不必再跳舞。小双是个聪明人，怎么会听不懂柳如烟话里的意思？小双攥紧手机，调整了一下自己脸上的表情，推门进去。伊藤哥，我给你买了点水果，你想吃哪个？伊藤城看了他一眼，随口说道，哈密瓜吧。小双面带微笑，好的，伊藤哥。宋瑶芝在开车，自然也听见了这句话，但他却没有一点惊讶。刘总，我们现在去哪？柳如烟神色有些疲惫，看了一眼窗外，去墓室。助理宋瑶芝并不意外，想要找到穆先生在哪，无非就只能从这些人想办法，并且穆老爷子的离世并没有公开消息，所以外界还不知道。霍心正拿着文件从办公室出来，要去找穆云轩签字，就撞见刚从电梯出来的柳如烟。霍心挑了挑眉，知道拦不住柳如烟，于是便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柳如烟微微颔首，算是礼貌，便径直走向了穆云轩的办公室。霍心眯了眯眼睛，刚才柳如烟衣服褶皱很明显，领带都是歪的，眼睛也是暗红的，看来这位刘总昨天并不是很好。穆云轩以为进来的会是霍心，看到柳如烟似乎也并没有很意外。刘总这么忙的首尾不见的人，突然大驾光临是有什么事吗？旁边助理宋瑶芝看了一眼穆云轩，这话可真是讽刺。柳如烟双眸紧盯着他，穆哥在哪？刘总，人是柳夫人安置的，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。宋瑶芝皱了皱眉，她终于忍不住说道，穆总，我们刘总和穆先生之间是有误会的，我们刘总不是。柳如烟抬手制止了他继续要往下说的话，我会亲自和他解释，就算他要和我离婚，也要听完我的解释，我要亲口听他说。穆云轩坐在椅子上仰头看着他，我想已经没这个必要了。穆云轩，你让我见见他。穆云轩神情越发冷淡，站起身与他对视。刘总，我之前不止一次的提醒你，甚至是请求你，求你对他好一点。柳如烟喉咙微滚，双拳紧握。助理宋瑶芝看到这一幕，又忍不住开口替柳如烟辩驳了一句，穆总，我们刘总对穆先生很好的，这真的只是个误会。穆云轩微微点头，好，是误会，就算这是个误会，但是一条人命，请问谁能为这个误会买单？是你还是刘总你呢？宋瑶芝心口一沉，眼中闪过苦涩。刘总有错吗？当然有，错就错在他不该去见伊藤城。穆云轩走出办公桌，来到柳如烟身侧，刘总，无论你有意还是无意的，因为你和你身后的那个男人让穆哥失去了亲人，无论你怎么做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原谅你。柳如烟闭了闭眼，最后什么话都没再说，而是转身离开。宋瑶芝见状看了一眼穆云轩，也跟着转身离开。可就在两人要出这间办公室时，穆云轩的话又一次响起，刘总，如果我要是你，我就没脸再去见他了，他失去的你无法弥补。宋瑶芝只觉得穆云轩的一字一句都像一把刀子，实在是太扎心了。他看了一眼面前的女人，好似在他眼中看到一抹泪光。宋瑶芝顿时有些心惊不已，从墓室离开。助理宋瑶芝看了一眼坐在后面的柳如烟，刘总，我们接下来去哪？柳如烟侧目看向窗外，回公司。宋瑶芝有些诧异的看他一眼，试探的问道，那穆先生我们不找吗？柳如烟闭了闭眼，有刘老太太的帮助，找不到的，不过我可以等，穆家在这，他总会回来的，我不信他能躲起来一辈子都不回来。宋瑶芝忽然就有些说不出话，这么盲目的等下去，真的能等到穆先生回心转意吗？他觉得很难很难。回到公司，唐青第一个冲了上来，他甚至都来不及看两人的脸色。刘总，穆哥怎么没上班啊？我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，他怎么了？柳如烟眸光红暗的看着他，冷声道，以后他不会再来了。为什么呀？唐青一脸不解。宋瑶芝看了一眼唐青，不断的给他使眼色。唐青也终于发现了气氛似乎不太对劲，他看了一眼柳如烟，发现柳如烟的脸色有些难看，也没敢多问。柳如烟却已经收回视线，转身进了办公室。唐青这才走到宋瑶芝身边，拉住她的手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到底？宋瑶芝看着他，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说，于是下意识的想要隐瞒逃避。没什么事，你快点工作。哎，你倒是说呀。宋瑶芝连忙躲进了自己的办公室。唐青一头雾水的看着两个办公室的门，到底出什么事了呀？唐青想要搞清楚情况，于是在晚上下班时间直接将人给堵在了办公室。宋助理，
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宋瑶芝无奈的看他一眼，你怎么这么好奇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啊？我和木哥是朋友啊。宋瑶芝欲言又止的看着他，只好简单的把事情和他说了一遍。唐青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他愤怒的瞪着宋瑶芝，这就是你当初在医院根本就是在骗我和你们同流合污。宋瑶芝顿时一个头两个大，他青着脸咬牙道：唐秘书，我拜托你听重点好不好？什么重点？重点是穆老爷子去世了，这是重点是不是？宋瑶芝看着急切的说道，都说了是误会，刘总他根本毫不知情，借口都是借口。要是真像你当初说的那样，刘总当真和那个伊藤诚清清白白，他又怎么会为了别的男人抛下自己的老公？宋瑶芝张了张口，忽然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一步错，步步错，总归是做错了。宋瑶芝这会非常懊悔，早知道他一定不惜一切代价，也会拦住刘总飞去国外。唐青咬了咬牙，活该，要是我一天都不会和刘总过了，我一定跟他离婚，然后和他老死不相往来。说着，唐青异常愤怒，咬牙切齿道：女人没一个好东西，大骗子！说完他就愤然转身，可一开门就看到门外的柳如烟。柳如烟冷冷盯着他，说够了吗？唐青回过神，眸光微闪，别看他背后可以替木哥打抱不平，甚至是谩骂，但是当着柳如烟的面，他其实怂得要死。说完了，说着他便缩着脖子贴着门框，连忙溜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唐青低着脑袋看着两人离开后才抬起头，他用力摔了下鼠标，什么人啊？唐青拿出手机给我发了好多消息，可始终都没有回复。1小时后，穆氏发布了一条穆家老爷子病逝于昨日的讣告，紧接着又发了另一条关于木哥与柳如烟两人离婚的消息。远在国外伊藤诚看见消息后笑的那叫一个开怀，离婚？他们竟然离婚了？那老爷子竟然也死了，哈哈哈！这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！小双，这是连老天都在帮我呀！小双微微屏住呼吸，眼中闪过一抹暗光。伊藤哥，既然今天你心情这么好，那我陪你出去逛一逛。伊藤诚挑了挑眉，唇角的笑意始终没下去。行吧，你今天喜欢什么我都给你买单，谢谢伊藤哥。小双看着哼着小曲走进房间的伊藤诚，纠结了几秒后才拿出手机发了一条消息出去。收到对方回复后，他的心跳有些不由加快。对不起了，伊藤哥，这是你自己作死，我不可能陪你一起死。半个小时后，两人来到附近的一家商场，小双扫了一眼周围，忽然问伊藤哥，你可不渴？我去给你买杯喝的好不好？说完，小双加快脚步跑去买咖啡。10分钟后，当小双拿着2杯咖啡看到被车撞倒在地的伊藤诚时，艰难地吞了吞口水。救护车把两人拉走后，小双才给宋瑶芝打了过去。宋特助，是我，医生说伊藤哥他的右腿粉碎性骨折，后半生恐怕只能坐轮椅了。宋瑶芝在手机那端沉默几秒后才道，好，辛苦了，不过你别着急，还有一件事要你去做。小双当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。宋特助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搞清楚伊藤哥藏在心中的秘密。宋瑶芝挂断手机，看了一眼后面的人，刘总，事情已经办妥了。柳如烟嗯了一声，没有睁开眼，而是继续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。晚上回到老宅，柳父柳成看到柳如烟就指着他骂道，你怎么还有脸回来？你回来干什么？柳如烟看了两人一眼，眸色暗沉，奶奶在哪？刘老太太在2楼，你自己上去吧。柳如烟抬眸看向2楼，随后走上楼梯。刘老太太看他一眼后，就走向了书房。两人一言不发的进了书房。刘老太太坐下后才看向这个孙女，你想说什么？柳如烟眸光幽暗的看着刘老太太，下一秒就跪了下来。奶奶，我知道她不会再原谅我，但我有些话想和她说，您帮我带给她行吗？我不见她。刘老太太抬手摸了摸她的脑袋，长叹了一口气道，就算我带给她，你确定她就会听？小烟，你知道她现在最想要什么，所以你愿意放手成全她吗？柳如烟想到木哥二姐慕云宣给她寄来的离婚协议书，她说这个东西她准备了10份，她会一直给她寄，直到她愿意签字为止。柳如烟将头埋在刘老太太的膝盖上。奶奶。刘老太太摸着柳如烟的脑袋，却也是闭了闭眼，无奈的摇摇头。她看得出来木哥那小子心意已决，是绝对不会再回头了。时也命也，你和木哥有缘无分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柳如烟才自嘲一笑，奶奶，我签。柳氏夫妻坐在楼下不停地张望楼上，你说咱妈和那丫头在说什么？柳夫人摇了摇头，猜不到。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柳如烟才从楼上下来，她面无表情，但肉眼可见的眼睛却是猩红的。柳夫人显然也是受到了情绪波动，她起身朝他走了过去。你奶奶和你说了什么？柳如烟看着母亲担忧的脸，但她笑不出来，也说不出安慰的话。我签字了，以后也不会再打扰她。柳夫人一愣，似乎是想说些什么，可最后也还是只能把话咽了回去。最后也只是说了一句，不合适的人分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柳如烟静静地看着母亲，妈，不会再有比她更合适的男人了。说完，她便转身离开了老宅。木哥，刘老太太说那边都安排好了，咱们不用带太多东西过去。我坐在落地窗前的毛毯上，表情宁静安和地看向窗外。柳氏的公告我看了，我抱着双臂将脸贴在手臂上，轻声道：王阿姨，这次你和我离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王阿姨闻言只是笑了笑。刘老太太刚刚给我发了一条录音，说是小姐要给你的，还说她已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，只希望你能听一听。穆先生，你要听吗？我眸光一凝，没说话。王阿姨一听，这才拿着手机走了过去。我握着手机看着那条音频，许久才终于点开了录音。下一秒，里面就传来柳如烟低沉的声音：抱歉，是我食言了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听完说完。那时候我在国外留学，遇见了一个男孩，他叫伊藤树，是伊藤诚的双胞胎哥哥。我们曾经在一起过，但是后来他和他的父母在来找我的路上出了车祸，3人无一幸免，只有当时还在上课的伊藤诚避了难。我答应过伊藤树要照顾好伊藤诚，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。我不想对他说谎。木哥，我和伊藤诚从来都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关系，他只是伊藤树的弟弟，我想过把他当成亲弟弟照顾一辈子。听完录音后，我最终也只是慢慢闭上双眸，最终眼泪划过眼角。次日，张妈做好早饭，也没等到楼上下来人，一直到宋瑶芝都找上门来。张妈，刘总呢？张妈摇了摇头，还没下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什么事了。我正想要不要上去看看他，刘总能出什么？可他说只说了一半就给咽了回去。宋瑶芝脸色微变，连忙起身径直上了2楼。张妈见状愣了几秒后，也匆匆跟上了楼。宋瑶芝来到房门前，用力敲了敲。
敲了几次里面都没动静。他转头看向张妈问道：“张妈，有备用钥匙吗？”“有的，我这就去找。”张妈刚要转身去书房找备用钥匙，房间的门就被打开了。柳如烟还穿着昨晚那套衣服，她面无表情地看着两人，嗓音沙哑至极：“吵什么？”宋瑶芝顿时松了口气，说完她的视线从他身上上下扫过，最后看到他右手上的伤势，顿时睁大了双眸。“刘总，您的手。”柳如烟转身返回房间，淡淡留下一句：“找人过来收拾一下。”两人对视一眼，伸长脖子往房间里瞄去，这一看就看到浴室的玻璃门全碎了，两人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。10分钟后，柳如烟就穿戴整齐出来：“刘总，我先带您去医院处理一下手上的伤口吧。”看着柳如烟不想去医院的样子，宋瑶芝纠结一会还是说道：“可是您手这样会引起大家的猜疑。”柳如烟这才睁开眼扫他一眼。宋瑶芝松了口气，直接将车先开去了医院。去医院包扎完后，柳如烟还是没有等到我的电话。1周后，他再次回了老宅，从老太太那里得到了准确回答：“我走了，已经离开了党城。”我听了那些录音，但是没有给他打那通电话。柳如烟穿着单薄的衬衫站在院中抽烟，晚风有些刺骨的凉，可他却感觉不到一样。柳夫人拿着他的外套走到他身边，给他披上，视线落在他拆了纱布的手，皱了皱眉：“身体是自己的，你还是要爱护一些。你得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。柳氏总裁，你肩上背负的不只是柳家，还有成千上万个家庭。”柳如烟将烟蒂掐灭，转身拉紧他身上的披肩，沉声应道：“好，我知道。”柳夫人静静地看着他：“你是不是瘦了？”宋瑶芝站在一旁默不作声，可不是瘦了，吃饭完全不应时，甚至有时候一天只喝咖啡，根本就不吃一口饭，即便他劝了也没用。他正想开口，却看见柳如烟扫过来的眼神，宋瑶芝就只能低头闭上了嘴。“您派人去国外了是吗？”柳夫人顿了顿才问道。“嗯。”柳如烟依旧低低应了一声。“天凉，进去吧。”柳夫人看着他略显萧条的背影，皱紧眉，神色复杂。1周前他派人去了国外，本想过去讨个公道，只是没想到的是会得到伊藤乘车祸重伤住院的消息，命保住了，却废了双腿。现在听到他亲口承认，柳夫人的心情却是十分复杂。以前那么护着，如今却又下这么重的手。伊藤诚是在2天后清醒的，最终确诊结果也已经出来了，腰椎4、5节受到神经性损伤，右腿粉碎性骨折，命是捡了回来，但以后可能连站立都成问题，恐怕这辈子都离不开轮椅。小双每天都在病房外听他鬼哭狼嚎，医院都找过他好几次。如果病人再这么闹下去，就要强制让他们出院了。你闹够了没有？你再这样闹下去，人家就会把我们赶出去。伊藤诚死死盯着他。“小双，你给柳如烟打电话，让他过来看我。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他怎么可以不来？”小双咬了咬牙。宋特助说：“刘总以后和你再无任何关系了。”伊藤诚，你已经被抛弃了。伊藤诚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眸：“不可能，我不信，他不会这么对我的。我要见他，我要见他。”他开始崩溃，开始摔东西。小双只好叫来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镇定剂。中途小双看着医生的操作，眸光一闪。2天后，宋助理收到了小双给他发的一条视频。宋助理在看完视频后顿时惊了，拿着手机直接冲进了办公室。“刘总！”宋助理咽了咽口水，将手机直接递给了柳如烟，点开视频，是伊藤诚在医院发疯的画面。“哥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从小到大你都会让着我，为什么这次就不让我了？我喜欢柳如烟，我有什么错？不，我不后悔，她是我的，她是我的呀！哥哥，你该死啊！”宋瑶芝心惊肉跳，这些话透露出来的事情太多了，她不敢继续往下想，她甚至不敢抬头看。可下一秒就听到砰的一声响，只见柳如烟把手机摔了后，双手撑在办公桌，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查，去给我查清楚！”宋瑶芝胆战心惊地捡起自己碎掉的手机离开办公室。柳如烟慢慢站起身体走到落地窗前，冷笑一声：“伊藤诚，你真是好本事。”因为事情比较严重，宋瑶芝亲自飞了一趟国外。“宋瑶芝，宋助理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让我见一见他，我只要见他一面。”宋瑶芝面无表情地看着病床上的伊藤诚，眼里尽是厌恶之色：“你还是醒醒吧，这辈子刘总都不会再见你。”伊藤诚顿时脸色大变，终于意识到了害怕。如果在这之前他还信心十足的断定柳如烟不会真的抛下他，那么现在他就只剩下了恐惧不安。“我不是的，我可以解释的呀，我只是不想让哥哥去见他，我没想过会发生车祸，我真的不知道了。”宋瑶芝懒得再和他继续废话下去，看向一旁的小双，朝他招了招手。小双连忙走了过去：“宋特助，明天起你就可以去公司报道了。”小双听闻顿时一喜：“谢谢宋特助。”宋瑶芝还是走了，病房内就只剩下小双一个人。可就在他兴奋不已时，伊藤诚阴恻恻地说了一句：“你背叛我。”听到这句话，小双转头看向表情恐怖的伊藤诚，便淡定地开口道：“我只是站在了正义的角度，是你自己做错事，我又没错。”伊藤诚拿起床头柜上水果刀就朝他扔了过去：“你敢背叛我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”小双看着旁边的水果刀，顿时也起了火：“你不放过我，你又能怎么样？你现在就是一个废人，你现在一无所有了，你凭什么还敢和我指手画脚？”听到小双嘲讽的话语，伊藤诚顿时就感觉自己怒火中烧：“啊！我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啊！”小双夺过他扔过来的东西，退到病房门口：“活该你出车祸，我看就应该直接撞死你才好。”伊藤诚听到这句话，忽然就安静了下来，双眸死死盯着他：“你看什么？没错，你车祸不是意外，你不是假装摔断腿骗了刘总吗？那就让你真断腿，看你以后还骗不骗人。”就这样，柳如烟断了伊藤诚的医疗费，伊藤诚没钱，只能费力的推动身下的轮椅慢慢的滚回家，一直到天黑。紧接着巷子里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2个黑人，在他惊恐的表情下将他扛在了肩膀上。2年光景转瞬即逝。宋瑶芝把电话递给柳如烟：“刘总，是柳夫人的电话，她让您今晚回一趟老宅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柳如烟才抬眸看了他一眼，知道了。宋瑶芝走出办公室后默默叹了口气，这2年的日子真难熬啊，她几乎都快要住在公司了。回到老宅，原本在客厅沙发坐着几人闻言全都看了过来，包括柳夫人身边的男人。男人看到柳如
如烟后表现得略显羞涩。柳如烟扫了一眼就明白了，她当即就想掉头走人。柳夫人像是看出了她的心思，连忙出口叫住了她。柳如烟微不可见的冷了脸，但她还是没薄父母的脸面走了过去，叫我回来就是为了让我相亲挑男人。听到这话，夫妻俩的脸色都沉了几分，旁边的男人则是有些不安的看着他，但他还是鼓起勇气主动和柳如烟打了招呼。刘总你好，我姓沈，叫沈明轩。柳如烟扫了他一眼，视线盯着看了好一会才移开目光，神情有些复杂的看向了柳夫人。妈，您还真是费心了，专门给我找来一个赝品。赝品这两个字实在太侮辱人。沈明轩顿时白了脸，红了眼眸，楚楚可怜的看着他。不得不说，神态和感觉的确有些相似，至少他刚一进来有那么瞬间的慌神。沈先生，我前夫从来不会用这种表情和眼神看着我。沈明轩听完顿时愣住了，他有些茫然的看向柳夫人。柳如烟扯了扯唇角，像是嘲讽，他受了委屈只会给我一巴掌，而不是对女人示弱。沈明轩脸色一变，他是柳夫人亲自挑出来的，他也知道这个女人对他的前夫念念不忘，所以他已经很尽力的在模仿，就连柳夫人都说很像，可为什么他会觉得他不像呢？柳如烟懒得再看，而是看了一眼2楼。您难道不清楚半年前我就已经放弃调查他的下落了吗？柳夫人闻言难得有一瞬间的错愕。柳如烟看了一眼默不作声的刘母，便走上了2楼。我去看望奶奶。沈明轩咬唇看着她漂亮的背影缓缓消失在视线之中，他悄悄攥紧了手心。阿姨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柳夫人摇了摇头，淡淡道，不是你的问题。明轩，你今天先回去吧。沈明轩眸光一暗，临走之前还恋恋不舍，看了一眼2楼的方向。柳如烟这样的女人，哪个男人不喜欢呢？有钱有势还有颜。沈明轩攥紧拳头，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。刘老太太正在摇椅上听着戏曲，听到有人推门进来，她也没睁眼。柳如烟也没说话，静静的给刘老太太泡了一杯茶。那个姓沈的小伙子你不喜欢？柳如烟看了刘老太太一眼，不喜欢。刘老太太点了点头，语重心长道，你都30几了，也该考虑下一段感情了，别让你爸妈替你担心。听到这话，柳如烟手上的动作微微一顿，他和您还有联系吗？没有。柳如烟低声应了一句，也不知是信没信。他喝完一杯茶后才开口道，奶奶，我放下了，至于新恋情，我会尝试接受，所以您和他们说一声，我不需要再挑选一位合适的柳先生。刘老太太盯着他看了许久才点头，可以。柳如烟站在房门口片刻后才转身下楼，他看了一眼沙发上的父母，我已经和奶奶说过了，以后你们不必再替我费心。次日，宋瑶芝被叫到了办公室，之前宴会上那个男明星叫林毅的事，约他今晚一起用餐。好的，刘总，我这就去联系林先生。宋瑶芝这才确定自己刚刚没听错，什么情况到底是？他转身回到自己办公室查看了林毅的照片，的确很帅气，只是他怎么记得这个男明星剪彩？那天还故意摔到刘总怀里，可刘总当时应该是无动于衷的，难不成那回就看上了？接下来的3个月，柳如烟和当红小鲜肉林毅两人数次共进晚餐，一起出入酒店，各种亲密的照片更是满天飞。看到电视机里柳如烟的新闻，我手上的动作微微一顿。王阿姨看了我一眼，连忙将电视就给关了。我愣了好一会后才拨了一个电话过去，大姐，我打算回去了。既然柳如烟已经放下过去，开始新的生活，我想她应该不会再来纠缠我了。慕云轩没说什么。3个多月内，柳如烟和那个叫林毅的演员打得火热，又是投资又是代言，如今还这么高调。他甚至还听说柳如烟为了那个演员拒了柳夫人给他安排的相亲。好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去接你。挂断手机后，我闭了闭眼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2个月后，刘总，林先生下午2点的飞机，您之前答应过要去接他。柳如烟看了一眼时间，从椅子上起身，神情冷淡。走吧。宋瑶芝忍不住看了他一眼。这段时间2人的绯闻闹得很大，几乎是人尽皆知。宋瑶芝隐约能猜到他的想法，但现在他倒是不确定，毕竟柳如烟对林毅的纵容，连他都分不清是真是假了。柳如烟并未抬头，而是一直盯着手中的平板，却也能感觉到他时不时看过来的视线，想说什么就说，哑巴了。宋瑶芝尴尬的清了清喉咙，刘总，您对林先生是认真的吗？柳如烟听到这句话后，偏头看向窗外，片刻后才说了一句，不用猜了，是真的。宋瑶芝呼吸一滞，不由攥紧了手中的方向盘，她过了好一会才点头，是，刘总，我明白了。机场，宋瑶芝正在找附近的停车位，这一扭头就看到了慕云轩，车后座的人看着非常眼熟。宋瑶芝以为自己看错了，于是紧紧盯着看了好一会都没动弹，直到后面有人鸣笛，柳如烟才缓缓看向他，你在看什么？宋瑶芝硬着头皮咬牙道，我刚刚好像看到穆先生也上了那台车。柳如烟面无表情，没说话，直到后方鸣笛声再次响起，才开口道，别堵着路。宋瑶芝这才找了个车位停下，就看见柳如烟头也没回的就走向电梯的方向，这是真放下了，还是说林先生现在更重要？林毅看到柳如烟后，过去亲昵地挽起她的手臂。如烟，记者们听到林毅的声音，一时间全都围了过去。刘总，林先生，请问你们是不是在交往？宋瑶芝上前挡住这些记者，抱歉，各位，照片你们可以拍，但是刘总不会回答任何问题。记者们不敢再追着柳如烟问，只能转战林毅。林毅甜蜜地将头靠在她的肩上，是的，我们正在交往。这是林毅首次当面承认2人的恋情。一时间人群中记者咔咔咔的狂拍，就连周围的粉丝也开始起哄，冲出记者和粉丝的围堵后，林毅舒了口气，如烟，你这么忙还抽空来接我呀？是不是想我了？柳如烟只是看了他一眼，整个人都显得有些漫不经心，你觉得呢？林毅凑了过去，2人正式交往快要半年。柳如烟对他的反应始终都是淡淡的，我哪猜得到你的心思？说着他就抬手搂住他的脖颈，想要主动吻他。宋瑶芝瞄了一眼后视镜，忽然就踩了下刹车，抱歉刘总，前面忽然窜过去一只猫。林毅不满地看向宋助理，宋助理，开车要集中精神呀。好的，林先生。到了地方后，林毅看着不准备下车的柳如烟，只好无奈地下了车。宋瑶芝将车开走后，一时间不知道要开哪去。刘总，我们回别墅还是公司？去穆家。是，刘总。穆家大门外，宋瑶芝将车熄火停在门口，免得叫里面的人发现。柳如烟点了一支女士香烟，坐在后面看着别墅的灯火。今天穆家的灯好像开了很多。宋瑶芝经常会拉着柳如烟来穆家，偷偷的观望一会就离开。但是今天2楼、3楼的灯也都大亮了起来，所以她今天在机场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就是先生。宋瑶芝缓缓看向后视镜，去查一下他今天是哪辆航班。另外，
车站、机场、高速都打声招呼。是的，刘总。宋瑶之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这是担心先生会再次悄无声息地离开港城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直到穆家的灯全都暗淡下去，柳如烟这才开口道：“明天找几个人过来守门。”回到别墅后，柳如烟推开房门，回到卧室。她这么静静地站在那，看着两人的结婚照。半晌，她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嗤笑：“穆家，我之前听说柳夫人给他相看了几个男孩，但柳如烟好像没相中。过了没多久，就和那个男明星传出绯闻了。所以小穆，你是真的已经完全放下了吗？”我看向他，神情有些平静。当然了，大姐看我像是还没放下的样子。穆云轩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摸了摸我的脑袋，不像。晚上，柳如烟回到房间，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电话全是林毅的未接来电。她将手机放下，拿起烟盒，点了一支烟，来到阳台上，仰头看着星空，发现今晚的星星似乎比每天都要亮。林毅打了她几通电话都没人接，她有些不安，于是就打给宋瑶芝。宋瑶芝给她的答案是她早就将刘总送回家了，可这个家林毅还一次都没有去过，毕竟两人见面约会一直都是在酒店。他以前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同，可是现在他不这样想了。他之前找人调查过穆哥，说是两人离婚后穆哥就好像离开了港城，不行，他绝对不能让两人就这么把他踹了然后复婚。这一天穆家别墅非常热闹，宋瑶芝也将柳家这一家子都去。穆家的事情报告给了柳如烟，柳如烟听闻走到落地窗前沉默了许久。宋瑶芝抬头看了一眼他的背影，实在是过于落寞了。想想也是，先生那边现在一定是欢声笑语，也就只有他们刘总被排除在外，这么想还真是有点可怜。刘总，要不咱们也过去看看？柳如烟转过身看他一眼，你觉得他们会欢迎我？宋瑶芝，那肯定不欢迎。他摸了摸鼻子，可刘总，一家团聚没有你那也不圆满。况且我看先生早就已经放下了，他是想跟你和平共处。柳如烟没说话，沉默数秒后才问道：“他们还没离开吗？”宋瑶芝抬眸摇了摇头道：“听说穆家的佣人出门采购了不少食材，我估摸他们是打算在穆先生那用餐了。”柳如烟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4点了，把下午的会议推到明天早上。宋瑶芝点头：“是，刘总。”只是两人刚走出办公室就撞上从电梯里出来的林毅，他今天打扮得很帅气，一看就是精心打扮过的。看到两人出来，他摘掉墨镜，兴冲冲地迎了上去，亲昵地挽住柳如烟的手臂：“如烟，我约了餐厅，你今晚说什么也不能放我鸽子。”宋瑶芝看了两人一眼，退后半步。柳如烟看了他一眼：“今晚有事。”林毅一听就不乐意了：“我不管，不管你有什么事都不能把我丢下，我要和你一起去。”柳如烟看着他几秒钟后，才低笑一声：“你确定？”宋瑶芝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她忍不住出声提醒。林毅顿时不满地瞪向他：“怎么，宋特助是不想我跟你们一起去？”宋瑶芝无语，只是一言难尽地看着他。柳如烟却淡淡道：“随你。”林毅一听，顿时欢喜地扬起唇角：“好呀。”可等到他们到了地方之后，林毅还以为这是他家，正要激动之时，却看见了门口牌子上的那个木字。林毅脸上的笑顿时就僵住了。如烟，这是……柳如烟瞥了他一眼，已经推开车门下去：“我前夫家。”林毅完全没想到他会带他来前夫的家，脑筋都有一瞬间没转过来。他看着已经下车的柳如烟，只能硬着头皮也跟下了车。当柳如烟他们3人出现在客厅后，原本美好的气氛顿时就僵了下来。这一刻，林毅是真的有些后悔，自己为什么非要跟过来了。早知道刚刚就应该和宋瑶芝一块回去。柳如烟倒是没有林毅那么尴尬，她神色特别自然，反倒是柳家人看着两人进门，成双入对的出现在穆家。柳夫人和柳父更是黑着一张脸。林毅偷偷扫了一眼柳家夫妻难看的脸色，心中越发不安和后悔了。他没什么底气的往柳如烟身后躲了躲，柳如烟却直接把他拽到了身边：“爸妈，奶奶，这是林毅。”林毅连忙鞠了一躬：“奶奶好，伯父伯母好，我是林毅，如烟弟男朋友。”老太太倒是没有将不悦表现得这么明显，但她说话却一点都不客气：“年纪越大越回去了是不是？现在吃东西都不挑了，你真是饿了。”林毅脸上的表情顿时僵住，他有些委屈地看向柳如烟。柳如烟的视线扫了一眼我，见我正安静地看着两人，多余的情绪一点都没有，他不由沉了眼眸：“您挑得好，但人家看不上我。”他这话是指谁不言而喻。林毅表情很是尴尬，他现在是真的很想离开这里。就在他考虑要不要先走的时候，我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：“林先生，欢迎你来穆家，来，请坐。”林毅听到我的话后更是一言难尽，他想看一眼柳如烟是什么态度，然而他已经抬腿走了过去，就坐在了我的侧面，他只好也跟了上去，但沙发上显然已经没了空位，我却指了指他刚才的位置：“林先生，请坐。”“这不好吧？”“没关系，坐吧，我正要去厨房看看。”林毅见柳如烟无动于衷，只好道了声谢谢，坐了下来，如坐针毡。我看了一眼大家，轻声道：“你们聊，我去厨房看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。”我一走，柳成就直接开脸贴大：“你长没长脑子吗？你带他来干什么？你是想气死我们是不是？还有你，谁让你来的？你来干什么？”柳如烟这才将视线从我身上收回：“你们能来看望穆哥，我就不能吗？”这时柳夫人却不悦地看向林毅：“林先生，初次见面，这么贸然的来我儿子家中，是不是不太礼貌？”林毅顿时一慌，他一开始也不知道他们要来穆家，要是早知道他说什么都不会来。对不起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我只是陪如烟过来看看的，我不知道。柳夫人是一点情面都不留，第一次登门空手来的，说的林毅是面红耳赤，尴尬的低下了头。他偷偷看向柳如烟，想要和他求救：“您不用针对他，他事前不知道。”林毅听到柳如烟替他说话，眼睛都忍不住红了，止不住的点头。厨房里王阿姨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大小姐做事是越来越不着调，竟然还把人带到这来，真是不像话。”穆云轩回到家，看到不速之客后，脸色顿时就冷了下来。柳氏夫妻也看出穆云轩的不悦，直接开口下了逐客令。林毅只能强颜欢笑的说了一句：“那我就不打扰大家了，我先走了，今天真是抱歉。”直到林毅走出穆家大门，柳夫人这才看了一眼女儿：“还有你，也马上给我滚！挺好的日子被老鼠屎给搅和了。”他们对穆哥是有愧疚的，他可不想因为他招惹了人家穆哥。这时一道声音从厨房传来：“老太太，柳夫人，柳总可以入座开饭了。”柳夫人直接瞪了一眼柳如烟，也转身走了。
却因为他的厚脸皮有一点点丢人。柳成更是冷哼一声，直接没有好脸色，晦气。柳如烟不走，碍于柳家人的面子，慕云轩也不好意思真的开口感人。吃完饭后，宋瑶芝看到柳如烟从穆家出来，连忙打开车后座的车门。刘总，林毅那边你去解决一下。宋瑶芝一愣，他抬眸看了一眼后视镜，解决条件可以提。宋瑶芝听到他的决定，其实也并不觉得意外。可是刘总，您之前不是说和林先生谈恋爱是认真的吗？是想认真，但人不对，认真不起来。这是什么渣女语录？刘总这是想把先生追回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宋瑶芝有些无语，我当然是支持的。可是您这都谈过一次恋爱，我怕穆先生他会介意。柳如烟却扯了扯唇角，偏头看向窗外，低声道：我倒是希望他能介意，那也是挺卑微的。昨晚柳如烟到你家，没发生什么事吧？想起昨晚两人在厨房的小插曲，我也就摇了摇头，没事就好。对了，你知道今天谁联系我了吗？就是那个苏雨晴，苏学姐。我一愣，苏学姐？是啊，我其实一直没告诉你的事。苏学姐在知道你离婚的事后就联系过我，我说我不知道，但她最后还去问了云轩。我之前就说她一定是喜欢你，你还不信，现在信了吧？看我有些出神。楚晨这才轻咳了一声道：我也和他提过，说你没打算发展新的感情，但他说只是朋友联系，我这不好不给他吧。两人正说着，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，我拿出来看了一眼，是港城本地的号码，隐隐约约就猜到对方就是苏雨晴了。喂，你好，穆哥。听到苏雨晴的声音后，我就更加确定了。学弟，你今晚有没有空？我们一起吃个饭好吗？我同样沉默了几秒后才道：有空。学姐，那好，我待会把地址发给你。楚晨见我挂断电话后，我赌学姐今晚就会和你告白。你现在好不容易单身了，她一定不会错过这次机会。我没说话，收起手机，转头看向窗外。楚晨还在继续说道：这叫什么？大学时期的白月光最难忘是不是？一直到了约定好的时间。楚晨将车停在餐厅楼下。行了，你快上去吧，我在车里等你。我抬头看他一眼，你不和我一起去吗？拜托兄弟，人家学姐是要和你表白，我跟你一起上去算什么？我有些无语，解开安全带便下了车。不远处的车中正坐着林毅，他不久前就接到了宋瑶芝的电话，柳如烟竟然要和他分手，还让他有什么条件都尽管说。他当然不愿意这么不明不白的就被甩了。他看到我走进一家餐厅后，直接拿出手机给宋瑶芝打了一个电话：宋特助，我同意跟如烟和平分手，但我的条件我要当面和他提，否则我不同意分手。我在离歌餐厅等他。宋瑶芝安静的听完他的话后才开口道：林先生，你是在威胁刘总吗？我当然不敢威胁刘总，我就在这家餐厅，你告诉柳如烟，我看到她前夫和别的女人约会，她爱来不来？说完他就挂断了手机。之前他以为柳如烟多多少少是有点喜欢他的，可是现在看来并没有。既然不喜欢他，为什么还和他大张旗鼓的谈恋爱，还弄得人尽皆知？林毅戴上帽子和口罩，下了车也走进了餐厅。他怕柳如烟真的不来，于是拿出手机偷偷拍了张照片发给了宋瑶芝。收到照片的宋瑶芝第一时间就将照片递给柳如烟看了。照片拍的比较模糊不清，但他们也都认出上面的人的确就是穆哥，而他对面坐的就是一个女人。刘总，我们要不要去？柳如烟盯着照片许久，总觉得这个男人有些熟悉。走，去看看。餐厅里我心情还算放松，因为苏雨晴没有和我告白，这倒是让我松了一口气，否则我还真不知道要怎么拒绝他了。云轩说你回来了，我还挺震惊的，所以才从陈学弟那要到了你的手机号。那以后你还走吗？我摇了摇头，不走了，家在这里还能走去哪里？苏雨晴也笑了笑，她也没有问我之前发生过什么。这周五是港大周年会，我和云轩都会受邀，到时候你也一起去吧。这次年会应该会有很多上流人士，你提前认识一下有好处。好，我到时候会和我大姐一起去。苏雨晴温和一笑，吃吧，一会该凉了。这时一道服务员的声音从后面响起：刘总，您来了，这边请。我下意识的抬头看了过去，正好对上柳如烟看过来的视线。苏雨晴显然也是听到了，不用回头也知道服务员是在说谁。她忧心的看了我几眼，要不我们换间餐厅？我摇了摇头，不用了学姐，这家餐厅的味道还不错，菜都端上来了，不吃可惜了。苏雨晴看着我好一会，见我情绪还算平静，这才算放了心。那就好，吃完我送你回去吧。我端起果汁喝了一口，不用了。正说着话，手机就响了起来，我拿起来偏头看向了窗外接通。喂，我刚刚好像看到柳如烟也进去了，你们撞见没有？我轻声应了一句，我靠，怎么到哪都能遇到他？港城什么时候变这么小了？还是因为咱们出门没看黄历？楚晨的最后一句话把我给逗笑了，或许吧。说话间我看向对面的苏雨晴，是楚晨，他在楼下等我呢。他也转头看向了窗外，那怎么不一起上来？快叫他上来吧。最后楚晨还是上来了，可是他一进来就看见了柳如烟和林毅两人。林毅也看到了他，他正要走过去，这时林毅哽咽的声音从柳如烟那边传了过来：我们分手吧。楚晨差点被他的声音给吓得绊倒，但他没有回头去看，却直接躲在了他们后面的空位。如今你前夫他回来了，你家里又不喜欢我们还是分手吧，所以我愿意退出，成全你们一家人。柳如烟没说话，神情漠然的看着他演戏。林毅却有些不甘心，他往柳如烟的身前凑了凑，小声说道：你会和我在一起，不会也是因为你前夫吧？柳如烟没看他，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和宋瑶之提，只要不是太过分。这是柳如烟给他分手后的福利。林毅听到这句话后还是有些幽怨的，可我是真的喜欢你。柳如烟没有看他，不管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没有你的人生理想重要。林毅看向他，那我们以后还能做朋友吗？不能，如果有困难可以找宋瑶之，这相当于一个承诺。林毅想要的就是他这个承诺。如果说之前他还心存妄想，可在去过穆家之后，他就推翻了之前所有的打算。刘总，你昨天该不会早就知道你父母他们都在，是故意带我去你前夫家的？柳如烟笑了一下，你很聪明。林毅还是有些不懂，可是你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呢？你心里既然有你前夫，想和他破镜重圆，重归于好，不应该要表现出更深情专一才对。你不用懂，现在你可以走了。林毅知道他今天这部戏算是落幕了，说完他便站起身，以后我们不要再见了，我爸妈
妈说了，不想让我入赘给有钱人家，所以我们就当是有缘无分吧。在旁边偷听的楚晨顿时瞪大了眼睛，他弓着身体小心翼翼地往前蹭，我看到他跟个耗子一样偷偷摸摸的。你在干什么？楚晨连忙朝我伸出手指比了一个虚的手势。苏雨晴也好奇地看着他，楚晨和他挥了挥手打了招呼，把我推到里面。没什么，我这个电灯泡应该没打扰你们吧？我看了一眼面带微笑的苏雨晴，乱说什么？我和学姐在聊正事，也就是说没告白。楚晨扭头看向苏雨晴，好像用眼神在说你怎么不告白？苏雨晴面对他催促的目光也只是温和一笑，他本就不是个急性子，否则当初也不会等毕了业，也没将那句喜欢说出口。学弟想吃什么？楚晨看了一眼后摇了摇头，不用了，我就吃这些就行了，你们聊你们的，不用管我。几人又随意的聊了几句后才打算离开。经过柳如烟的位置时，我还是和他点头示意，算是打了招呼。苏雨晴见状也和柳如烟打了招呼，楚晨则是盯着柳如烟看了好一会后，他拽着我的手臂就往电梯的方向走。苏雨晴看着我俩的背影正要跟上去，耳边却响起柳如烟冷沉的话语，苏氏近2年也算是小有成就，所以苏总大概是贵人多忘事，不记得我之前对你的忠告了吧？苏雨晴转头看向他，刘总，我不记得我有忘记过您的忠告吧？没错，苏雨晴其实做到了。酒吧那次以后，他就没有和我有任何往来。刘总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妻子，我们正常男女交往应该不用取得你的同意吧？柳如烟眯了眯眼睛，盯着苏雨晴似笑非笑。苏雨晴则是很有风度的和他点了点头。刘总慢用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宋瑶芝看到几人相继离开，这才推开车门下去，进了餐厅。我们3人在餐厅门口道别之后就分开了。苏雨晴表现得并无异样。上车之后，楚晨才说道：“我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林毅把柳如烟给甩了，还说他家里不同意他给人入赘。你确定？”这倒是让我感到很意外。我并不觉得林毅会是听父母话的人，而且明显他是有野心的，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选择分手？当然确定。柳如烟当时的脸色挺难看的，那个林毅也哭得挺伤心的。别人的事和咱们无关。楚晨转头看我一眼，你现在是想得真开啊，学姐今晚就当真一点喜欢都没跟你透露。我摇了摇头，我又不是傻子。苏雨晴对我的心思我不是一点都察觉不到，只是人家不主动捅破，我自然是愿意维持表面平静的。苏家这2年风头也正盛，你就真的一点都不考虑？而且我可没听说苏学姐有什么绯闻，她该不会是在为你守身如玉吧？那她是不是太深情了？哎呀，你也不用觉得有负担什么的，当初你对柳如烟一往情深，一意孤行，你不也没？按照这么算的话，苏雨晴她也真的喜欢你好多年了，不比你对柳如烟的少。我眉心微抿，将头靠在窗户上，祖宗你就安静一点吧。楚晨耸了耸肩膀，把我送回穆家后就开车走了。回到家后，我坐到沙发上，手机震动了一声，我拿起来看了一眼，是苏雨晴刚发给我的消息，问我有没有安全到家。我回复了过去，我刚要放下手机，就又有电话打了进来，是柳如烟。我盯着看了好一会才接通，你才刚回来就和苏雨晴有联系了？我和谁有联系？是我的自由，应该和你没关系吧？姓苏的喜欢你，你看不出来吗？那又怎么样？那你还和他约会？和谁约会那是我的自由，关你屁事。说完我没等柳如烟回答后就挂了电话。周五，我接到苏雨晴的电话，学弟，你和穆总在路上吗？我们马上就到。穆云轩见我挂断电话便问，我怎么感觉苏雨晴她喜欢你？你看出来了？我摇了摇头，看出来了，但我没打算开始一段新的感情，我有你们就够了。一段感情它需要去承载，我是真的不想再去附和这段新的感情。这会2人也将车开到了港大，我一抬头就看到苏雨晴了。学姐，你等很久了吗？苏雨晴看着我俩，点头打了招呼。穆总，学弟没有等多久，我也刚到，那我们进去吧。好，3人并肩而行。年会设置在校内最大的会议室，这是新盖的吧？我记得上学那会还没有。穆云轩点了点头，对，是柳氏捐赠的。他这话音刚落，前方传来了一阵喧闹声。刘总，是刘总来了。几人听到动静后也转头看了过去，柳如烟一出现，几乎就被人给围了起来。他和一些人打过招呼后，就朝着我们看了过来。看到苏雨晴就像个骑士一样守在我身边，我看到他投过来的视线后便移开了目光。正好这时有人过来找穆云轩说话，他往旁边走了几步，留下我和苏雨晴，看上去就像郎才女貌的一对。苏雨晴隔空对柳如烟点头示意后，才和我轻声道：“我给你介绍几个人认识认识。”我下意识的侧头贴近他，因为苏雨晴的声音不是很高，我听清他的话后点了点头。好，见我们俩一同离开，郎才女貌的一对。柳如烟眸色有些微沉，这边苏雨晴给我介绍了一些人脉，我都清楚的记在了心里。我也很清楚他们之所以愿意和我来往，无非是因为我姓穆，更是柳如烟的前夫。中途苏雨晴递给我一杯水，我喝了半杯水后笑着对他道：“好，今天谢谢学姐了，我们之间就不用这么客气了。”我看着他几秒后，才微微扬起唇角，2人对视而笑，在别人眼中还挺暧昧。夏若晴和林雪逸不知是什么时候来的，2人一进来就看到了我。苏雨晴抬眸看到走过来的2人，尤其是林雪逸后，她低声提醒我：“穆学弟，有人过来了，应该是找你的。”我下意识的转头去看，夏若晴很客气的主动和我打了招呼：“嗨，穆哥，好久不见。”我对2人微微点头：“好久不见，不过夏总你以后叫我名字就好。”夏若晴笑了笑：“已经习惯了，别介意啊。”我微微一笑，没，我的视线落在林雪逸身上：“好久不见了。”她同样微笑回应：“还好，也没有很久，毕竟以前他们也不经常见面。柳如烟和他们的聚会的时候，从来都不会叫我一起，只有那一次是领证前一晚，我接到了他的电话，他说柳如烟有些喝醉了，我因为担心柳如烟，所以这才赶了过去。但过去后才发现柳如烟根本就没醉，他就是故意戏弄我。那是我第一次正式与他们碰面认识，2年多不见，大家变化都不是很大。林雪逸的绯闻我也偶尔会看到，一如既往的混进花丛。反倒是夏若晴，我看新闻说是已经订婚了，订婚对象简直让我诧异，竟然是江以年。说曹操到，江以年人就到了，你们在这干什么呢？他挽住夏若晴的手臂，好奇地问道。等他一扭头才看见我，他愣神几秒，穆哥，我冲他点了点头。你好，江总。嗨，这么客气做什么？叫我名字就行了。说完他又好奇地看向苏雨晴，穆哥，这位漂亮的女士该不是你女朋友吧？我一愣，着实是没料到他会问得这么直接，所以一时间有些语
色。苏雨晴看了我一眼，尽显温柔之色。江总你好，我是苏雨晴，苏家呀。你好你好，别说，你们两个看着还挺般配。夏若晴抽了抽唇角，刚想提醒她收敛点，不要乱说话，谁知下一秒她就转头看向一旁的林雪意。哎，林雪意，我记得你以前是不是也对牧哥有兴趣来着？她这话一落，顿时几人的气氛都凝固了。苏雨晴没忍住，直接看向了林雪意。夏若晴似乎也终于想起某件事，她看了一眼好友江以年，拽到自己身后，小声警告道：“你乱说什么话？”江以年看了一眼周围尴尬的气氛，有些猛地说道：“我说什么了？我有些尴尬的。”一时间谁也没说话。夏若晴这才替江以年说了句：“别听他的，他胡说八道的。”呵呵，什么胡说八道？身后突然传来柳如烟的声音，显然是已经将刚才江以年的话给听见了。夏若晴脸色一变，转头看向他：“阿烟。”江以年看到柳如烟挥手和他打招呼，柳如烟看了一眼林雪意后，又扫了一眼我身侧的苏雨晴，一个两个实在碍眼。我感觉到他的视线，学姐，我们去找我大姐吧。有一会没看见她了。我对几人点头示意后便转身离开了。苏雨晴一直守在我身后，柳如烟见状也并未阻止，直到看着我和苏雨晴一前一后的走出视线，她才看向前面的几人，闲的是不是？江以年往夏若晴身后躲了躲，夏若晴轻咳了一声，她口无遮拦：“你别生气。”柳如烟看着江以年：“你确定他不是故意的？”江以年笑了笑：“他还真是故意的，他这么圆滑一个人，怎么可能会犯这种错误呢？”夏若晴真是服了他这个小祖宗了。你跟我过来，你个小祖宗，你是看热闹不嫌事大是不是？柳如烟看了一眼林雪意，也准备转身离开，却被他叫住：“我有伊藤城的消息，我如果把人接回来照顾，你应该没意见吧？那是你自己的事，但是他不准踏进港城半步。如果因为你的无知举动，再让牧哥再受到任何一点伤害，林雪意不仅朋友没得做，我也不会心慈手软。”说完他便走了。林雪意只是静静看着他离开的背影。苏雨晴被他的朋友暂时叫走了，我找到一个位置坐下，打算休息，转了一圈都没看到慕云轩的影子。我坐下正要去拿桌子上的杯子时，手腕突然被抓住，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干什么？快松手！”柳如烟没松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：“外面的东西还敢乱喝？你不长记性是不是？”这句话勾起了我的某个不好的回忆。我听到这句话也终于听出了他的意思。我抽回自己的手，淡淡回应：“学姐不是别人。”柳如烟轻笑一声：“那她是你什么人？你女朋友吗？是也和你没关系，我的私生活你无权干涉。”说完我起身要走，却被他拽住手腕，强势的跟着他的脚步离开。柳如烟，你干嘛？这一幕引来周围不少人的注视，但谁也不敢上前多问一句。苏雨晴好像听到了我的声音，扭头去看也没看见我在哪。他刚想要去找一找我，就被他的朋友拽住了手臂：“你干嘛去？待会再聊。我去找个朋友，找的是柳如烟前夫吧？”苏雨晴回头看他一眼，刚刚两人一起走了，人家毕竟是前夫妻，你是以什么身份过去的？名不正言不顺吧？这话还真让苏雨晴停了下来，因为他说的没错，他是以什么身份的？柳如烟把我拽到角落后，将我抵在墙上，挑起我的下颚。我还想问你想干什么？我被他问得有些发懵。我怎么了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港大周年会，怎么了？所以你也知道今天来的都是些什么人？你就这么迫不及待要和那个苏雨晴双宿双飞了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尽量放平自己的语气。我和学姐只是朋友，况且我是和我大姐来的。那她苏雨晴是什么？你的守护骑士还是哈巴狗？我脸色一沉，柳如烟，你说话客气点。柳如烟没说话，她目光沉沉地盯着我，忽然就垂手向我吻了过来。我眼眸微微睁大，想要躲，却被她按得死死的。你敢？原本柳如烟打算慢慢来的，想要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，但我太冷了，况且她对我的耐心只能是在我身边，没有苍蝇盯着的情况下才有。柳如烟吻得很深，我双手不停地拍打着她的手臂。5分钟后，我双唇发红，看向她的眼中满是怒火。滚开！我不滚！我想要挣扎，却被她按得死死的。她吻到了我，心情似乎也好转不少，跟我复婚。我被她的不要脸给气到，就算全天下女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会再娶你这个混蛋！你放开我，听到没有？柳如烟看着我愤怒生动的脸，心头发痒。行，再让我亲一口我就放开你。柳如烟，你别逼我骂你。她却饶有兴致，来骂一句我听听。我没说话，一直红着眼盯着她。柳如烟却选择性看不见。不骂的话我可继续。继续什么？当然是继续刚刚的事情。我用力挣扎，但我又不敢真的大声喊别动，我哪里会听？柳如烟低声咳了一声，她也很意外。别动，让我缓缓。我气得呼吸都急促了起来。你是畜生吗？柳如烟难得的有些尴尬，你得谅解我，毕竟我们2年多了没见识嘛。我偏着头不想看她，更不会相信她的这句话。那是你的问题，你松开我听见没？你就让我这个状态出去啊！柳如烟有些玩味的舔了舔自己的嘴唇，你活该，呵呵，我确实活该，要不你帮我。说完，柳如烟又准备亲了上来，你快点松开我。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从巷子外传来，你快点松开我。我说完这话时，声音已经到了，是夏若晴。夏若晴看到柳如烟和我2人抱在一起的样子，她头也没回的就快速跑了，生怕有什么要紧的事，吓死我了！我靠！我正想数落一下柳如烟时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楚晨。牧哥，聚会都快结束了，你在哪呀？我怎么没看到你啊？我刚刚碰到苏雨晴了，她说你跟柳如烟一起离开的，怎么回事？我看完之后便给她回了一条录音，中途遇见柳如烟，等会我就回来呀。楚晨点开录音，看了她好一会儿，学姐，你是不是想追求牧哥呀？那你觉得我有机会吗？机会倒是不大，不是因为学姐你不好，而是牧哥他现在不太想要开始一段新的感情，所以我觉得你要想追他会很难的。苏雨晴闻言也只是微微一笑，我知道，喜欢他也不是非要跟他谈恋爱，当朋友相处也挺好的，我不会给他造成任何心理负担的，放心吧，我觉得学姐你挺适合牧哥的。楚晨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加油，我看好你。第2天早上，牧氏忽然间出了大事，慕云轩更是一夜都没有回家。我早上看到新闻时，牧氏竟然有偷税漏税的嫌疑，并且举报者还是牧氏集团的财务总监。我看到这条消息时，手中的碗都掉在了地上。王阿姨连忙将我往后拽了一些，没事吧？我盯着手机上的内容，我大姐呢？她昨天没回家吗？王阿姨摇了摇头，没回来。你要不给她打个电话？闻言我脸色有些苍白，因为我对这个财务总监是有印象的，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就见过那个孙哲宇很多次，所以为什么他会突然举报大姐？可不管我打了多少通电话都没接通时，柳如烟推门进了别墅，显然她是已经知道了。她走到我身边看了一眼，牧哥，赶紧去换衣服，我
这才看向他，喉咙有些干涩。做什么？你大姐被带走调查了，目视群龙无首，你必须出面。听话，去换衣服，我陪你一起。听到这句话，我不由攥紧了手机，我脸色有些发白。事态很严重吗？柳如烟大概沉默了几秒后才道，对你大姐来说不严重，她自己不会有什么大事。那对穆氏呢？公司以后会怎么样？柳如烟没说话。一个财务总监居然有这样的胆子，在这个时候突然背刺穆云轩，所以他背后一定有人。我看着柳如烟没说话，这个时候我不会拒绝柳如烟的帮助，我分得清轻重。我到了公司该怎么做？柳如烟牵起我的手往外走，边低声问道：“你手里有多少股份？8%。”柳如烟脚步一顿，她停下来转身看着我：“怎么这么少？我大姐当初刚担任总裁时，她名下股份不多，难以服众，所以我把10%的股份都给了大姐。”柳如烟当初并没仔细去了解穆氏的情况，至于原因，在她这里只要穆氏不倒闭就可以。穆云轩被带走之后，公司上下人心惶惶，几个董事更是坐在会议室一夜研究对策。孙总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？就在大家伙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我终于推开会议室的大门，几人看到我先是一愣，随后看到我身后的柳如烟，一个个顿时就像看到了救星一样。刘总，穆先生，大家伙起身和柳如烟打了招呼后，就连忙直奔主题。刘总，您是来帮我们穆氏的吧？柳如烟点头，大家先坐。于是几人又都坐了下来。柳如烟将我推到主位，让我坐下后，她则是坐在了我侧下方的位置。税额我看过了，先补税。财务部副总监这会儿站了起来。可是刘总，公司账目上已经没钱了。公司的钱呢？我去查了一下账目，前些日子公司账目上走了200亿，是打进霍总的个人账户上。孙总监说是穆总让的，也确实是穆总让打的这笔钱。而穆氏被爆出欠下的税额高得让人心惊，竟然有100多亿。但如果要补税就要加倍，那岂不是也要200多个亿？众人一听顿时就懵了。大家稍安勿躁，我知道我大姐为什么会给霍小姐这笔钱。我抬了抬手，当初我大姐为了能请霍总入职穆氏，私下跟他谈好了条件，霍总在职期间的所有收益都要给他一部分。这怎么会有这种事？穆总他怎么能答应这种要求？现在好了，公司拿不出钱怎么补税？就在这时，法务部的部长站了起来：“穆先生，刘总，其实还有一件事。”柳如烟看到他起身后，眸色便沉了下来，说：“前段时间穆总让我拟一份股份转让书，穆总将他名下10%的股份给了霍总。”此话一出，会议室顿时就乱了套。要说是他拿了钱也就算了，可霍心不仅是拿了钱，还拿了股份，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。穆云轩他是不是疯了？他这是要干什么？我也愣了几秒钟，扭头看向柳如烟。柳如烟并没有沉默太长时间，他看了一眼财务部副总监：“我会从柳氏将这笔税款拨过来，先补税。”散会之后，我才看向他，直接问道：“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”柳如烟静静看了我几秒后才道：“如果我猜想的没错，穆云轩或者整个穆氏都被算计了。”什么意思？我从椅子站了起来：“你是说霍心？可是霍心不是你和我大姐引荐的吗？”柳如烟脸色微沉：“抱歉，这一点我确实要负责任，所以你放心，我会收拾这个烂摊子。毕竟霍心这个人，你大姐是从我这里得知的。”他拿出手机，脸色有些微沉，查一下霍心。补完税之后，我和柳如烟就去将大姐穆云轩给接了出来。穆云轩除了脸色有些难看，并没怎么样。我上前抱住他：“大姐。”穆云轩眸光微动，他看向了柳如烟，两人对视，仿佛有什么不言而喻。上车，有什么回家再说。上车之后，穆云轩沉默了许久后，他才沙哑着声音问道：“孙哲宇和霍心呢？董事说联系不上他们。”穆云轩扯了扯唇角：“孙哲宇是霍心的人，我认识孙哲宇已经8年了，他们才认识多久？他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孙哲宇会为了霍心背叛他。他名下的股份足以让他衣食无忧，还是说霍心给他的更多？是什么呢？”穆云轩脑子忽然一痛，他不由抬手按住了额角：“大姐，你没事吧？”柳如烟抬眸看了一眼后视镜，将车停在路边。穆云轩用力按着自己的头，一些以前被他忽视的东西，好像在这一刻全都变得清晰起来。孙哲宇身上那股熟悉的味道，不就是霍心身上的吗？大姐，你怎么样？要不要去医院？穆云轩慢慢闭上双眼，摇了摇头。他握紧我的手，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。到了穆家，柳如烟看着我俩走入别墅大门后，才坐进车里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有结果了吗？刘总，根本就查不到任何线索。霍心透露出来的消息就是我们能查到的消息，但他的确是孤儿，背后并没有其他势力。柳如烟静静地目视前方，手指敲了几下方向盘，沉默几秒后才道：“扎穆家，查一下我岳父岳母。”助理宋瑶之数秒后才道：“明白，刘总。另外，联系穆氏今天没出席的几个其他董事，我要见他们。今天是刘总，我这就安排。”另一边，宋瑶之出面，还是将那几个避而不见的董事叫到了柳如烟面前。穆氏出事，穆云轩被带走，这3人却没出现在穆氏的会议厅，很明显一定有问题。刘总，您叫我们是有什么事啊？柳如烟看了3人一眼，有些意味不明地说：“我罩了穆氏这么多年，你们觉得呢？”3人脸上有些许意外：“那您之前怎么没动手？我婚都没离你，让我动手，换你们好意思？至于后来，我何必多此一举？”3人闻言顿时开始冒汗：“刘总，我们之前也不知道您的打算，我们现在手里穆氏的股份也都卖给霍总了。”柳如烟眸色一沉，她的声线顿时冷了下来：“想卖为什么不卖给穆云轩，反而卖给外人？我要听你们背刺穆云轩的理由。”刘总，我们有话就直说了。霍心找到我们时，我们是拒绝的，但霍心他用我儿子在国外的前途威胁我。刘总，我们也一样，霍心拿着把柄找到我们，他根本就容不得我们拒绝。刘总，真是对不住您了。柳如烟没说话，一旁的宋瑶之不由看了他一眼，也觉得这事似乎有些棘手。霍心做的这几件事明显是针对穆氏。柳如烟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霍心如今手里已经掌握了不少穆氏的股份，想办法联系上他。宋瑶之点头，半小时后，宋瑶之才拿着手机急忙推门而入：“刘总，联系上霍小姐了。”柳如烟伸手接过手机：“霍总，刘总，听说你找我，而且好像还在调查我。”柳如烟听着他不紧不慢的声音，直奔主题的问道：“我和你能谈吗？”霍心沉默了几秒后问：“刘总想谈什么？谈你手中的股份。”刘总，你这么直接，那就没得谈了。那你和我对上，你有几分把握？霍心则是轻笑一声：“那刘总，咱们各凭本事吧。”说完，他就先挂了电话。下午，穆氏公关部则是发了一条声明，声明下方就是一条关于警方受理他们报警的证据，证明逃税漏税根本就不是穆氏的本意，而是孙哲宇私下操
操作。而此刻已经在国外度假岛的孙哲宇看到新闻后，他转身进了别墅，看着沙发上霍星正在和别的男人调情，他攥紧手机走了过去。穆云轩报警了。霍星偏头看了一眼手机，怕什么？逃税的钱又没到你的口袋里。孙哲宇脸色这才好了一些，他可不想成为通缉犯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霍星神情未变，看了他一眼后偏头在男伴耳边说了些什么。男人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后才笑着起身上楼。孙哲宇看着男人走路一摇一晃的脸色越发难看了。他爱他，一直都爱，并且爱了很多年，可他总是要亲眼看着他身边的男人来来去去，那多就是没有他的位置。孙哲宇攥紧双拳，满目的不解和不甘。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碰我？我有那么差劲吗？霍星站在楼梯的台阶上沉默，数秒才转过身来看着他。哲宇，我把你当弟弟，男人我可以有很多，但我从不碰自己人，尤其是朋友。孙哲宇闻言眼眶顿时就红了，他拦不住他，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上楼去找刚才那个男人。他用手捂了捂脸，哭了出来。他很痛苦，每一天都很痛苦，因为担心穆云轩，所以我一直在家里坐等他一整夜。天一亮我坐不住了，要去公司找人。刚走出院子就看到柳如烟，我和他抵达公司后，就听到有工作人员说穆云轩昨天在财务部待了一整晚，也不让别人进去，说是到现在也还没出来。我听到这些话就更担心了，步伐都跟着急促了起来。柳如烟拉住我的手臂，低声道：“慢点。”穆氏的工作人员都在议论纷纷，他们都知道穆氏少爷是柳如烟的前夫，这会两人一同出现在公司，不免让大家开始议论猜测起来。我没有多想，直接来到了财务部。大姐，我扫了一眼几乎已经被翻空的架子，想来这一晚上他是真的全都翻过。穆云轩却只是一味的摇头道：“没找到。”怎么会没找到？会在哪？柳如烟将我拉了起来，她垂眸看着失魂落魄的穆云轩，沉声问道：“少了哪一年的账目？”穆云轩有些微动，他的双手无力的垂放下来。2000年的账目这里没有。柳如烟轻抿薄唇，你先起来，别让你弟弟跟着担心，我会让人去查2000年穆氏都发生了什么事。穆云轩缓缓闭上眼睛，他昨晚来的时候也不确定问题是出现在账目上，但因为孙哲宇的背叛，他才把事情联想到了一起。柳如烟深深看他一眼，便将人给拽了起来。他看了一眼那个女秘书，女秘书连忙有眼力见的上前扶住穆云轩。他坐了一整晚，这一起来腿都是麻的。我看着一屋子凌乱满地的账目叹了口气，辛苦你们重新做整理一下。副总监和女秘书闻言点头道：“穆先生客气了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穆云轩回到办公室，我便问道：“大姐，你在怀疑什么？”穆云轩没说话，就只是摇了摇头。回到家后，我去了父母生前的书房，在书房找了好一会也没发现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，我只好在椅子上坐下来，看着书桌上的全家福，再次陷入了沉思。是大姐猜错了吗？还是根本就没有东西？说着我便拿起了相框，摸了几下之后就发现相框好像有些不太对劲。我将相框调转过来，然后拆开，果然就从里面掉出一张储存卡。我拿起来仔细看了看，便直接打开了手边的电脑，屏幕上弹出了一个小程序，但进入需要输入密码，输了5、6次后终于成功进入。因为数据太多，我便打电话给大姐跟柳如烟。20分钟后，他们终于赶到。大姐跟柳如烟看着密密麻麻的数据，整理出是穆氏2000年的账目表。柳如烟看了一眼数据，眸光有些深沉，问题很大。2000年的时候就涉及金额高达100亿，似乎还关系到了人命。